让爱重新绽放，给生命新的能量。走在未来道路上，追逐你的梦想，每天为你欢呼，祝福着你的信念。每个失望都能够转换成希望。 就算挑战，也得坚持，守护善良的力量。就算无助，也要相信，心有一道曙光。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善良，诚恳的目光，不会被遗忘。 我愿意陪你，守护这一份希望，创造美好的世界，给未来一扇窗。真的没想到这么巧，你女儿跟我小叔竟然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是啊，你也真是的，都在一起了，瞒着家里，害我白紧张，到处在帮他物色对象。哎呀，不是啦，因为我们才刚在一起，还没来得及跟你说。虽然我们是多此一举，不过现在看到他们在一起，也算是了了我们一桩心事啊。对。思燕呐。 我这个小叔呢，年纪虽然比你大一些，不过啊，他是一个很稳重、照顾家的男人。在工作方面的表现，你是他的同事，不用我讲，你也很清楚的。我清楚。哎，还有啊，他样子看起来是有点木讷，不过啊，他很细心、很体贴，绝对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好男人。大嫂，你讲那么多话，口也渴了吧？喝点水啊。我说啊。 我这个女儿脾气是犟了一点，你要多包涵。思燕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女生，对病人很有爱心，还充满了热情和活力，是位很好的护士。哇，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么我们希望你们早日修成正果，那我们就更开心了哈。他们才刚开始，别逼得那么紧，让他们慢慢发展。对，慢慢发展。等等啊，我们家刚好要换冷气，我想进去看一看。那我陪你去看。哎，你们去走走，不用管我们了。没有想到我妈安排的相亲对象竟然是你。我也没想到我大嫂竟然和你妈是朋友。 这就是他们说的歪打正着吧。不过 Mr. Yuan， 以你的条件要找女朋友一点都不难。你不知道我们医院就一大堆女同事喜欢你吗？你可是他们心目中的男神。这里不是医院，叫我编就行了。OK。我现在过得很好，感情的事随缘。你放心吧，我这个人很讲义气的。既然你帮了我，我也会帮回你。 按照我妈的做事方式呢，下一步就是催婚。好啦，不会拖你下水的，你放心。你只需要终结我的相亲噩梦就可以了。你妈也是担心你，才会急着想帮你找到好归宿。只要不要太过分，还是可以适当的配合一下，对不对？你不明白的，我妈是怕我嫁不出去。 其实缘分这种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也强求不来的，对不对？对。不过你说的对，省得每天被他烦得受不了，应付一天是一天好了。什么？你兴趣？很漂亮啊！ Hai Mr. Yuan, tak sangka jumpa awak kat sini. Jamina. Ya itulah. Apa awak buat di sini? Ini kedai saya dengan kawan saya.
你朋友吗？啊，Jamina 和她的母亲曾经是我的病人。哦 ，Hello, nice to meet you. Mr. Yuan, your girlfriend 啊? No. We're just colleagues. Yes. Oh, so you're a nurse. I thought you are a couple. You two look good together. Yeah. Mr. Yuan, tengok-tengoklah. Ambil kalau nak. Okay. Ini boleh? Mr. Yuan, ambillah. Ini hadiah untuk jaga saya dengan mak saya. Tak boleh. Baik hati awak, tapi saya tetap bayar. Okay? Okeylah. Saya bagi $10. $10? Okay. Terima kasih. 哇，没有想到你还会说马来语。啊，我刚当护士的时候，遇到很多年纪大的马来族病人，他们只会马来语。为了跟他们沟通，我就去学几句简单的马来语。那你可不可以教我2句？我只学了几句而已。啊，你想学什么？如果我要问病人你吃药了没有，我要怎么说 ？Sudah makan obat。 ？Sudah makan obat，obat 就是药。Sudah makan obat。那如果我要问他们哪里痛呢 ？Mana ada sakit？ 多一次。Mana 哪里 ada sakit 痛 ？Mana ada sakit？ 不错啊。好难。你学得很快啊。谢谢。那这个送给你，祝我们以后合作愉快。OK， 谢谢怎么说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Sama-sama。来，快点坐下，告诉妈咪你们今天玩得开心吗？还不错。还好今天相亲的对象是袁彬，不然就尴尬了。听陛下说呢，他已经是你们医院的 APN 了。他是负责我这一组的。哇，那你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哎呀，说真的，袁彬这个孩子，说样貌有样貌，事业又有成，谈吐也很大方，只是年纪稍微大了一点。妈咪呀，人哪里有十全十美的？袁彬已经是我们的医院的男神的，很多病人跟护士都喜欢他的。哟，那你是捡到宝喽？什么捡到宝？我很差吗？我对袁彬这个未来女婿非常满意。有时间你就带他回来吃饭，让你爹地看看。女儿啊，这回你要加油喽！我不是个称职的男朋友。身为护士，竟然连女朋友的健康出了问题我都不知道。难怪议会说，当你的病人比当你的女朋友更幸福。谢谢你，不止完成了一想潘雪山的心愿，也给了我机会弥补我一直以来对她的亏欠。你知道为什么巧克力在所有甜食中是最优秀的吗？因为巧克力棒。你扮我的男朋友，帮我挡一挡好不好？好。Mr.夏，如果你觉得痛的话，可以跟我说。没关系，这点痛我还可以忍。我会尽量轻一点的。对了，Mr.夏，怎么没有看到你的家人来探望你啊？我没有家人，我只剩下这把老骨头，不会有人来看我的。
这是病人的 information。胰岛素需不需要调整？还好。稍等一下，我进去看一下病人。Mr. 夏，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已经好多了。你的血糖降下来了，控制住了，视力会慢慢恢复。真的，医生，我现在看东西还是一片模糊，什么时候才会开始看得清楚啊？你要有点耐心。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伤口溃烂的情况也受控制了，不需要截肢了。谢谢你，医生。这里的护士，他们都对我很好，都很照顾我。你不用客气，这是我们的工作。医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至少也要等到你的眼睛看得清楚，才能出院。我真的不想再待在这里，我已经看到一点点了。我想我回家。Mr. 夏，你说你一个人住，如果出院的话，家里没有人可以照顾你的。等你的情况再好一些，我再让你出院，由社区护理组安排护士照顾和监督你的病情。Mandy， 昨天你值班，你没有看到有人来探望 Mr. 夏？没有。Mr. 夏的人好，我每次去照顾他，他都会跟我说谢谢。不过自从他住院以来，都没有人来探望他，我觉得他很孤单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Mr. 夏之前是 CCT 的病人，听说他是有孩子的，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是吗？那为什么他的家人都不要来探望他？好了，你们两个别八卦人家的事了。Sister Sarah， 我没有八卦，我只是觉得 Mr. 夏看上去好像闷闷不乐。如果他的家人能够多陪他，我相信他的心情会好一些，对他的病情也是会有帮助的。好了，你们去工作吧。你想去哪里吃？还在想，不知道吃什么。你呢？寿司要不要？啊？嗨，你好。你怎么会在这里啊？我昨天才从巴黎公干回来，这是送你的手信。我一直这么拿着，手会酸的耶。无功不受禄。那就陪我吃顿饭，就当是回礼。Sister Sarah， 既然你遇到了你的朋友，那我就先走了。不好意思，下次再约。Sarah， 我已经按照约定，加速处理资助安安医药费的事。你不会连陪我吃顿饭都要拒绝吧？陪你吃饭没问题，不过礼物就免了，还有吃饭的钱各付各的，我不想别人误会。OK， 只要你赏脸陪我吃饭，你说什么就什么。谢谢。是不是很惊讶？没想到我也会来这里吃东西。是啊，我以为你这种大少爷对餐厅的选择一定很挑剔。其实重要的是东西好不好吃。再说，既然你坚持要各付各，我总不能让女生破费吧？嗨。嗨。啊，不好意思打扰你们吃饭，我有事找布兰登。哦。坐吧。谢谢。这是你要的文件。不好意思，让你特地跑一趟。没关系，我要谢谢你愿意资助基娜小朋友的医药费，否则就算找到适合的脐带血，她也没有办法动手术。是血癌病患吗？是的，我们之前找过欧氏基金会资助基娜，但基金会说今年播出的善款已经到了顶线，所以我只能找 Brandon 帮忙。可能要告诉我 Gina 情况危急，所以就尝试说服我 Daddy， 让他增加基金会的自算拨款。这次多亏有 Brandon 的帮忙，有了这笔善款 ，Gina 下个星期就可以动手术了。好。Brandon， 我代表 Gina 和她的家人谢谢你。我先回去，不打扰你们吃饭了。
你是故意把耿瑶叫过来，让我知道这件事的，对吗？你觉得呢？其实你不用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不管你做什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朋友，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不否认，我愿意帮忙是因为你，但是我做慈善的目的是真诚的，请你不要把我想得这么不堪。Cheers。So many things one, I tell you. 对不起啊，对不起。朱小柔，原来是你啊！我还以为谁走路不戴眼镜。对不起啊。喂，朱小柔，听说你去年护理当了护士。你以前不就是胆小鬼，什么都怕？你敢帮别人打针啊？手不会抖啊？哦，对，你在哪家医院？我们千万不要去。 不然手被他拿针刺了10多次都打不到。我约人，我先走了。哎，先不要走啊，继续聊啊。喂，你们够了没有？以前整天在学校欺负他，到现在做出那么幼稚的事。你也还不是一样？以前在学校一直保护小柔，现在又来多管闲事。我就是要保护他，你要怎样？那你继续保护他喽。袁凯，还好有你啊。 你呀，怎么到现在还会怕他们？我也不知道。你已经不是以前胆小的小柔了，我不能每次陪在你身边，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知道吗？走吧。你们2个是约好一起来的啊？不是啦，我们是刚好遇到的，他还被他已经……被我说了。你们2个人这样很暧昧哦。你胡说什么？我们哪有什么暧昧啊？就是啊。 哎，你的女朋友呢？不是说好约她一起出来？哎，不要说了，休战还不到2天，又开始冷战了。你们又为了什么事情吵架啊？你们都知道，我女朋友不希望我当护士，要转去念医科。这一次，她连辞职信都帮我打好了，月底要陪我去Melbourne面试。我不答应，她就……我妈也是整天说当护士很辛苦，薪水又不高，根本就是吃力不讨好。唯一的好处就是找个医生嫁了。哎呀，我呢就跟你们相反，我爸恨不得我回去当护士，我妈呢就整天奶我，说几时才可以找到像护士一样稳定的工作。要是我父母和女朋友可以像你爸妈这样就好了。你真的不考虑回来当护士？哎，我让你们看看我的网络频道最新的 video。最讨厌人家盯着我吃饭。 很多人在付款的时候找不到位置，就会盯着正在吃饭的人，让大家觉得很 stress， 吃得很不愉快。还有包包做椅子，他们认为他们包包是用金做的，还不能放在地上，还霸占一个座位。最惨的，就是用滴咻、拧炭、水壶还有雨伞来霸位，千万不要哦。 我的 channel 现在有4000多个 subscribers， 不过最近的人数都没有在增加。你们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吸引更多 subscribers？ 我觉得你的 video 的内容太一般了，没什么特色。如果你想吸引更多人看的话，就要说一些能引起热烈反响的话题。热烈反响的话题？我听平平说，最近有一个网红叫什么 Ice Babe 的，因为爆料当红小生未婚生子的消息，结果他的 subscriber 一下子翻了1倍多哎。你说的是不是他？对，哎，我好像见过这个男人哎。他之前来过医院找过 Sister Sarah， 好像是什么慈善集团的负责人。哦，难怪我觉得他那么面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好像是欧氏集团的第3代接班人。原来就是他，杂志上说他很花心，听说他追过很多女明星，现在还来缠着 Sister Sarah。不好意思，我妈刚 text 我说我外公有点不舒服，叫我过去找他们，就在附近而已。那我们一起吧。嗯。阿公，阿公你怎么了？Nora，我要碰到阿公。阿公企定。阿公。 阿公，我是英杰，你能听到我说话吗？英杰，我外公有点不对劲。
姐，外公有点不对劲。阿公，你试着慢慢把双手举起来。外公，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吗？外公，你现在中风了，我去叫救护车。你说什么？谁中风啦？妈，外公可能中风了。 Hi, I need an ambulance. Case of suspected stroke. Patient male, age around 80 years old. 外公，你不要生气啊。安婷，外公的脸部下垂，只能把一只手举起来，还有说话吃力，这些都是中风的征兆。是，再拖延下去，要是情况恶化就来不及了。好，我现在马上开车送他去医院。不行，妈，我们还没有确定外公的实际情况，现在最好不要移动他。我已经叫了救护车，车上有必要的医疗器材，能够应付紧急情况，对病人比较有利。根据诊断 ，Mr. Ho 是因为高血压引起血管阻塞，导致右脑中风，左边身体瘫痪，要尽快安排手术清除血块。是不是动了手术就会没有事？不一定，那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由于 Mr. Ho 的年纪偏高，就算清除了血块后，身体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恢复，需要长期的治疗。这么严重？幸好及时入院，不然后果会更糟糕。你的外公真的是中风，幸好你坚持送他进医院，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还好袁凯和小罗都在，大家判断一致。袁凯还当机立断打电话叫救护车，这一次也要谢谢他们。谢谢你来陪我做家访。客气什么？美德王是我的病人，他的病情我比较了解。美德王，我们量血压喽。今天好吗？吃饱了没有？Mr. Yuan，我妈的情况还好吧？美德王有心脏病，需要注意他的心跳指数和频率，最好能每4个小时测量一次。美德王，你哪里不舒服？怎么了？ SpO2 哪里度不在？妈，你怎么样了？来，你们让开一下，你们冷静一点。有我们在，美德王不会有事 ，OK？ 美德王，放轻松，放轻松，没事的。抱扶起来。美德王，深呼吸。Breathing in the lungs, use the bronchodilator. 你不能有事，不要吓我们。怎么会这样子？我不知道。美德王，来开嘴巴。 咬住，深呼吸，呼吸，呼吸，呼吸。Mr. Yuan，我妈怎么会突然这样？要不要紧啊？需要马上送去医院吗？美德王的情况已经稳定了，你们可以放心。虽然他的情况稳定，但是我还是建议把他送去医院检查比较安全。 刚才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你的反应很镇定，急救工作也做得很好啊。我看起来很镇定吗？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紧张。病人有突发状况，家属在旁边大喊大叫的，幸好有你在。那也是因为他们担心才会这么慌乱的。其实这种时候，我都希望自己是在 ward， 只要按铃就有其他医生跟护士来帮忙，不像现在遇到什么突发状况都得孤军作战的。 这就是社区护理护士需要面对的挑战。你不觉得每次克服挑战之后，自己都成长了一次吗？那倒是。哎，你看，我妈问我们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去试试那新开的火锅料理。你不要误会啊，我妈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要介意，我随便找个理由推掉她就好了。 没关系啊，反正也要吃饭，就一起吧。真的不用勉强的。不勉强，说不定很快就轮到你来帮我撑场了。阿公，我们来看你啦！阿公，来了，坐，找椅子坐。老哥基，哎，哇，今天的精神看起来很不错啊，你很森美。谢谢你帮忙我照顾他们两个。他们两个有给你添麻烦吗？你放心，有我看着他们，他们都很乖，不会有事的啊。会不会影响你工作？你放心吧，我已经请了几天假了。谢谢你啊，耀阳。
我就是放心不下他们两个，才去动手术。阿公，萨尼哥说了，你动完手术后就会没事的。对啊，一定会没事的。这种事情很难讲，不过还好，有耀阳。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阿公，不要讲这种话吓我了。就算没死，手术后还有什么化疗？阿公哪里还有力气去做光？没做光，没有钱，你们要吃什么？啊，阿公，那我怎么办？我还在读书，需要用到钱的。那我不读书了，我出去赚钱。啊，看你这个样子，可以赚多少？难道靠你啊？好啦好啦，不要在你们的阿公面前吵架了，也不要影响其他的病人。我不是跟你们提过了吗？会有医药社工来帮你们的。社工不是来帮阿公找医药费的吗？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Hello， 王歌琪。哦 ，Miss Yu， 你来了。Hello， 他们就是你的孙子孙女吧？是。你们好，我是负责你们阿公案子的医药社工于曼璇。Miss Yu会跟你们解释关于阿公的情况，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我看我们就不去会议室谈了，没必要把气氛搞得那么严肃。我请你们喝东西，边喝边聊。好啊。我和 Sunny 已经跟你们的阿公沟通过了，手术和医药费会直接由你们阿公的终身健保和保健储蓄支付。如果不足够的话，我会帮他申请援助。医药费方面你们就不用担心。可是阿公手术后有一段时间不能做工，那交了生活费怎么办？Miss Yu已经联系了家庭服务处和社会服务中心，他们有各种计划协助有困难的学生。学费这方面呢，你们不用担心，不要给我找借口说不要读书啊。老大，我想过了，念完 IT 我就不读了，在当兵之前，我可以先打一份工补贴家用。算了吧，靠你打工赚的那点钱，我还不如用功点，考奖学金来的实际点。要是真的那么厉害，为什么上次测验你差一点就不及格了？我的成绩是好的，要不然也进不了 JC， 只是上次差一点点而已嘛。我看你呀，就是整天想要交男朋友、谈恋爱，跟花痴没两样。你还不是一样，用 App 认识女孩子，有什么资格说我哈？其实像你们这样的年纪，想谈恋爱也很正常。我以前也和你们一样的，只要不影响成绩就 OK。你们两个不小了，不要只是顾着自己，要懂得为身边的人着想。这一次呢，安哥去愿意动手术，都是为了你们两个啊。阿公这次动手术，会不会真的死掉？哦，不要乱做阿公啦。其实我知道阿公有 cancer 之后，心里很害怕。要是连阿公也走了，我就只剩哥一个亲人了。不要胡思乱想，安哥去不会有事的。你们的阿公已经委任 Sunny 当他的决策代言人，我和 Sunny 也会尽力帮忙，确保你们得到最妥善的安排。你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就是给阿公加油打气，让他安心的动手术，慢慢的康复。还是你来探望人？美女啊，你会不会觉得你对我的关注呢有点 over 啊？就算你真的喜欢我呢，也不要这么明显。女孩子嘛，还是要矜持一点的。你这个人是不是自恋狂啊？既然是这样呢，就不要跟着我了，看到你就烦了。你才不要跟着我，看到你才烦。嘿，转过去，转过去，背影比较漂亮，转过来就0分了。哎。Sorry， 有等我很久吗？不会，哎，我们走吧。走吧。哎，你们约好一起出去啊？去哪里啊？我们要在附近一家新开的火锅店吃饭。只有你们两个？关你什么事啊？你也关心我们的行踪吗 ？Enjoy dinner。走吧。OK， 拜拜。Sunny。哎，袁凯，
怎么在这里啊？我想问你，你跟 Sister Sarah 很熟吗？算是很熟吧。那你知道那个欧式的富三代 Brandon Au？ 知道啊，怎么了？最近我跟我爸弟在跟踪他，发现他是一个 player， 身边的女生一直在换。他现在在追 Sister Sarah， 还有跟他出去过几次。我相信我的 Rainy Baby 不会看上他的。可是我爸弟偷听到他说什么今天一定要搞定那个护士，我担心他会对 Sister Sarah 做出不利的事。我打电话给他。电话没开，他在哪里啊？我带你去。一个混蛋敢碰我姐，我肯定不会放过他。你姐 ，Sister Sarah 不是你女朋友吗？看到那个混蛋了。喂，等一下，看清楚一点，那个女的不是 Sister Sarah。什么时候再来一次制服的诱惑？啊，你好坏！那个女的不是网络红人吗？没想到她跟 Brandon 有一腿，还要玩什么制服诱惑？哎 ，sorry 啊，是我搞错了，害你白跑一趟。你紧张我姐才会这么做的，我应该谢你才对啊。只是想不到Sister Sarah是你姐姐，我叔叔从来都没有跟我提过。怎么样？要不要去吃饭？不好意思啊，爸妈吃到一半就跑掉了。没关系，他们没事吧？他们是故意的。哦？哇，不会这么巧吧？啊，叔叔。哎，要不要一起吃？不打扰吧？不会，来坐吧。不过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吃了才慢慢跟你们说啊。怎么这么冲动？没查清楚就跑去酒店？我没想到我姐的手机刚好没电，我一时紧张没想这么多就跑过去了。不过那个人对 Sister Sarah 没有死心，一定还会去纠缠她的。放心，我们拍了不少证据，一定能够揭穿他真面目，让他没脸见了。这公民记者呢，真的很厉害，非常有正义感。来，吃一下。说得好听是公民记者，实际上是狗仔队，专门追这种无聊八卦新闻。什么狗仔？他在揭露社会不为人知的一面，让大家看清事实。我觉得你在虚度光阴，浪费人生。哎，这里的肉不错啊。好吃。来，Mr. 苑，多吃点肉。他吃过一点。来，你也一样哈，多吃一点。这点热。哇，三立，你的歹毒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说呢？没想到深藏不露，有型。瑞，你外公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外公已经透过手术，将血管里的血块清除，不过左边身体瘫痪，需要进行物理治疗。那物理治疗之后，可以和以前一样吗？要看外公的恢复情况。外公年纪大了，有可能没办法100%痊愈，可是还是有机会恢复部分行动能力。那外公说话会受到影响吗？由于外公中风，多少会影响他的认知能力，说话不会像以前一样清晰。那就惨了。爸出院后，有谁来照顾啊？哎呀，不是有女佣吗？单靠女佣可以吗？外公需要休息，不要在这里讨论这些，可以吗？现在不讨论，那等爸出院后，由你来照顾吗？爸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凭什么要我儿子照顾啊？是你怕你又没办法照顾好爸。对呀，瑞士护士最适合不过了。对呀。不好意思，听到你们的对话。其实你们不用太担心，如果你们希望 Mr. Ho 出院之后能继续得到照料的话，你们可以安排社区护理服务。什么社区护理啊？那是社区护理的护士上门教导家属或女佣如何照顾病人，让病人得到最好的照料。钱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能够教好女佣怎么照顾爸，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就这么办。好，我会帮你们安排的。谢谢你。英杰，
如果你需要时间照顾你外公的话，可以跟 Sister New 说，他会帮你调整你的值班表。我相信其他同事也会帮你 cover 你的工作的。谢谢 Sister Sarah， 给大家添麻烦了。你今天不用看诊吗？离看诊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去看 Mr. 夏。Mr. 夏，今天有没有好一点？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的？已经好多了，也可以看到一点点东西了，不过不是很清楚。那就好，你不用担心，你的视力呢会根据身体的情况慢慢好起来的，很快就会跟以前一样了。好，谢谢你，护士小姐。不客气，等下医生来了之后呢，会帮你好好的检查的。Mr. 夏，你的视力不好，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忙的话，你可以按铃，让护士来协助你。Mr. 夏，你没事吧 ？Mr. 袁，你要去哪里？为什么不叫护士？哥，我今天眼睛看得比较清楚，想自己去个厕所。你还没有完全康复，不要逞强。Mr. 夏，我扶你去厕所。Mr. 袁，你跟雨田是不是真的在交往啊？还是你们都在骗我？对不起，Mr. 夏，一天我会这么说，是希望你能开门让我们进来做检查。你们也真是的，开这种玩笑。哎 ，Mr. 袁，你不是还在休假吗？怎么过来了？我来看安哥基，我先过去了。哦，安哥基，来看你啦。今天感觉如何啊？就是这样嘛，不是做就是躺，再不然就是做检查。你明天呢就要动手术了，一定要保持最佳状态 ，OK？ 你不用担心，所有的东西呢我都帮你安排好了，你只要安心的去动手术就行了。谢谢你，阿达和阿星就交给你了。不会有事的，你放心。胖达和嘉欣会等着你回家。幸亏阿达认识了你，要不然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那就惨了。安哥基啊，你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我以前也是个坏孩子。是吗？我没有骗你啊，那时我不只是逃学，我还学人家纹身，经常和坏朋友一起去打架闹事。你的父亲母亲不管你吗？就因为我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我才会变成一个坏孩子的。那你为什么又会变好？我和胖达一样，遇到了贵人。如果他没有把我骂醒的话，我现在可能还在监狱里面蹲着呢。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过去，所以你不用担心。Mr. 夏，Mr. 夏，你没事吧？没事。哎，我要看，我要看。哇，Sarah，你来的正好，快来看雨凯的报纸。莎莎，你看，你看。什么？没想到
管理基金会的富3代 Brandon Au 竟然用慈善的名义来泡妞。哇，这个 Brandon Au 整天做善事，没有想到他安迪竟然勾搭这么多人，有些还是有老公的。是喽，还有那个 Ice Big， 原来一直装清纯呢。切，袁凯这样拆穿他们的真面目，我看了真的很痛快耶！我也要支持他 ，subscribe 他的 channel。Sister Sarah，这个 Brandon 不是在追你吗？我听袁凯说你还跟他一起出去过。我只是跟他去探望换血来的小朋友，其他的邀约我都推掉了。哇，Sister Sarah， 还好你机警，不然你就吃亏了。我又不喜欢他，吃什么亏啊？袁凯还担心你会被他骗，所以很紧张的去医院找莎妮啊。找莎妮？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哎。这几天英杰一下班就去照顾外公了。难怪他看起来那么累。没办法啊，亲人生病当然是要花时间照顾啊。可是英杰的阿姨把全部的责任都推给他，就因为他是护士，就理所当然的由他照顾。就是啊。喂，我们不提英杰了，有没有看我最新的爆料 video？今天休息的时候有跟平平还有 Mandy 看了一下，感觉如何？平平说你们骂那个花心渣男，感觉大快人心。Mandy 也 subscribe 你的 channel。真的啊！我们把那个爆料 video 放上网，不到1天就已经超过10万个 views 了。我们的 subscribers 还增加了2倍。这么多？所以我们决定继续爆料。是关于谁的？那个说自己没谈过恋爱的 Ice Babe， 他的清纯都是装的。他不止跟那个 Brandon 有一腿，还有交过很多男朋友。真的假的？真的，你等着瞧。你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啊？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护士，就像上次啊，英杰的外公中风，你也表现得很镇定、很专业啊。现在当公民记者也挺好的啊，很多 followers 都留言说，看到这些所谓名人的真面目被揭发，感觉很过瘾。你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的吗？现在有几万多个 followers， 很多人支持我，也觉得挺有满足感的。来，走吧。原来他们摆了个乌龙。是啊，这么巧，你手机没电。幸好耀阳没有冲动打人，要不然就麻烦了。其实耀阳已经长大了，我相信他做事会有分寸的，你不用太担心。不管怎么样，他还是我弟弟，我还是放心不下的。耀阳身上是不是有纹身？你怎么知道的？无意中发现的。是啊，那是他10多岁的时候，我偷偷跑去纹的。那时候妈妈生病，爸爸又一直没回家。那时的耀阳非常叛逆，他认识了一班损友，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后来他一逃学，离家出走。原来是这样。我也劝过他把纹身除掉，可是他说那是自己真实的过去，没有必要刻意隐瞒。不过他上班的时候会特别小心，尽量不让他的病人看到。那耀阳最后怎么又愿意回家呢？那就要感谢一个人了。啊？有一次，耀阳闯祸进了医院，偷偷跑出来的时候，被一位男护士发现了。那位男护士阻止了耀阳出去打架闹事。要不是那个人，耀阳就不会乖乖回家。后来很努力读书，现在还当了护士。那就好。你就是那名男护士。让爱重新绽放，给生命新的能量。走在未来道路上，追逐你的梦想，每天为你欢呼，祝福着你的信念。每个失望都能够转换成希望。我一定要好好看着他，不能让他离开我的世界范围的。像你这样过度的保护他，他长大后就更加不知道如何跟人家相处。
你的脚是几时弄伤的 ？Orange 有钉子啊！哇，谁这么缺德，做了这个还把它丢在路上Dr. Lin，手术怎么样了？对不起，安安在手术中失血过多。